这次真拦不住了。天要下雨，娘要嫁人，人民币要升值了，我们的工资会跟着一起涨吗？听财阀一席话，如听一席话。金融专家黄奇帆甚至预测，人民币将进入10年增长期。10年内，我们手里的人民币对美元可能从现在的7块多，慢慢变得更值钱，升到6块左右。听起来是不是挺美？好像国家变富了，我们的钱也更有分量了。但放下手机，看看自己的工资条，摸摸自己的钱包，好像没啥变化。今天聊聊人民币，要是真的走上10年升值路，咱们的工资是会跟着水涨船高，还是可能不升反降？首先，咱们得搞清楚，人民币升值对谁最直接有好处，是那些需要从国外买原材料、买设备，或者欠着美元债的公司，比如航空公司买飞机、买航油能省钱了，又比如造纸厂进口纸浆成本低了，这些省下来的钱理论上可以变成利润，或者让产品更有竞争力。但是请注意一个关键点，这些好处就像高处的水，它不会自动流到你的工资卡里，它可能变成公司的报表利润，可能变成老板换的新车，也可能变成下一轮投资的资本。它和张三月薪增加500块之间还隔着一道名叫分配的鸿沟。那为什么我们现在要如此急迫地讨论涨工资呢？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都专门提出来要制定实施城乡居民增收计划，这信号已经强烈到不能再强烈了。原因很简单，借用一位专家的话，再不涨真要出大事了。这里头的大事不是耸人听闻。我们当前经济面临一个核心矛盾，生产能力强，但消费能力弱。工厂能造出全球1/3的工业品，从汽车到光伏板样样牛气，但造出来的东西，国内老百姓有没有足够的钱去买，却成了问题。物价老是低迷，不是东西不好，而是大家捂紧了钱包，经济机器转着转着就容易空转。所以人民币升值是国家实力的一面镜子，但它照出的下一个必经之路是必须想方设法让我们每个人的钱包变得更结实，更有购买力，否则这面镜子再亮，根基也是不稳的。那么最近人民币这股子升值劲儿是打哪来的呢？背后可不是那么简单，而是国内外2股大风在吹，一股风来自大洋彼岸。过去1-2年，美国那边一系列操作让全世界对美元的绝对信任打了折扣，比如动不动就挥舞关税大棒，影响了全球贸易的稳定预期。更关键的是，美国政府债台高筑，还总想让美联储多印钱来配合自己，这就动摇了美元作为最安全资产的根基。专家们甚至讨论美元的霸权地位是不是在走下坡路。于是人民币、欧元这些非美元货币机会就来了。另一股风就是我们自己家里刮起的产业升级风，这才是最根本的底气。过去我们说中国制造，脑子里可能是衬衫、袜子，但现在呢，是新能源汽车、5G 通信、人工智能。咱们出口的东西技术含量越来越高，牌子越来越响。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定价权。以前我们卖便宜货，价格别人说了算，结算也只能用美元。现在我们有好货了，腰杆就硬了。事实上，已经有超过 30% 的全球央行表示，未来打算增配点人民币资产，放在自己的外汇钱包里。这说明人民币正在从贸易货币向投资货币，甚至储备货币悄悄迈进。那么涨工资的压力具体从哪些方面来呢？它可不是天上掉馅饼，而是几股现实力量拧成的一股绳，逼着这个趋势必须发生。第一股力量来自上头的指挥棒，国家已经明确发展要投资于人，这是什么意思？以前我们投资可能更喜欢建高铁、修大桥、盖产业园，这些都是物的投资。现在和未来，更多的钱要投向教育、医疗、社保，以及直接或间接的提升人的收入。因为只有人有钱了，消费这台主引擎才能轰然启动。最低工资标准的上调、养老金的上调，都是这个逻辑最直接的体现。第二股力量来自经济转型的阵痛与新生。人民币升值长期来看会倒逼一些低附加值，纯粹靠价格便宜打天下的出口企业转型。同时，国家在大力整治行业内卷式竞争，反对赔本赚吆喝。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企业不能继续躺在廉价人力的温床上睡觉了，他们必须往上爬，去做更有技术含量、利润更高的产品和服务。而要做这些事儿，关键就是吸引和留住人才。这就引出了第三股，也是最市场化的一股力量。人才战争的炮火已经烧到了薪资条上。一个很能说明问题的现象是，在人才市场，一个职缺平均可能连一个求职者都分不到，完全是僧少粥多的局面。在这种情况下，企业还想用低薪招到好员工，门都没有。数据显示，绝大多数企业计划明年涨薪，平均幅度在 4%、-5% 以上，热门技术领域涨得更凶。
这场战争会从互联网、人工智能等高端领域逐渐蔓延到更多行业。你不涨薪，优秀的人就会用脚投票，去愿意为知识和技术支付更高价格的地方。明白了为什么要涨，我们更关心的是谁会涨，以及我怎么能涨。人民币升值这场大潮不会均匀地漫灌每一块土地，它会重塑江河的流向。你的职业选择就像选一块地耕种，选对了流域，收获的可能性自然更大。根据专业机构的分析，有几类行业和岗位可能会在这场变革中率先感受到暖意。成本减压型行业就是前面说的大量依赖进口原材料或设备的行业，人民币升值等于给他们做了一次成本瘦身，利润空间厚了，就有了给核心员工分享红利的基础，比如高端制造、精细化工、航空物流等。二、内需服务型行业，国家鼓足劲要提振消费，消费不只是买食物，更是买服务，旅游、文化娱乐、健康医疗、职业培训、宠物经济，这些能直接提升生活品质的服务业将会迎来黄金期。这些行业是典型的人力资本密集型，好的设计师、教练、策划顾问，他们的薪酬会与服务的价值更紧密的挂钩。三、创新驱动型行业，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生物医药，这是国家竞争的未来主战场。这里面的薪酬从来不是由简单的劳动时间决定的，而是由创造力和解决关键问题的能力决定的。这些行业的涨薪将是突破性的、引领性的。四、技能稀缺型岗位，无论在任何行业，那些拥有复合型技能、能解决复杂问题或者具备高超手艺的工匠会越来越吃香，因为机器和廉价竞争替代不了的正是人的独特经验和智慧。所以回到我们最初的问题，2026年你的工资到底能不能涨？答案是趋势已定，航道已开，但船票需要你自己去争取。